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当下，白俄罗斯也插了一脚。目前，白俄罗斯已向乌克兰边境部署特战部队，将部分整编过的营级战斗群部署到紧邻波兰的西方，以及临近波罗的海3国的西北方向，并且开始向边境调动防空和导弹部队。白俄罗斯给出的说法是为了确保自己南部方向的安全。确实，5月1日至5月27日。在波兰等9国举行的欧洲捍卫者2022以及快速反应2022大规模多国联合军演，可以说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力在半年内增加了1倍多，而且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还部署有一支携带巡航导弹的编队，这些给白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虽然波兰军方也强调了这2场军演不针对任何国家，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无关，不过实际上会如何，谁都无法打包票。从这方面来看，白俄罗斯以保卫国土的理由在边境部署部队确实没啥问题，只是白俄罗斯的邻居就是乌克兰，在自家边境部署兵力，基本上就是把枪口摆在了乌克兰的面前。虽然白俄罗斯也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参与俄乌冲突，只是在俄乌冲突陷入焦灼和谈大门基本关闭的情况下，白俄罗斯的说法与北约在波兰的军演一样，根本无法令人信服，说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也毫不为过。问题就来了，白俄罗斯的军力如何？一旦介入俄乌冲突，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这2个问题。首先，咱们先来看看白俄罗斯的军力。白俄罗斯国土面积达到20.7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不到1000万，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。苏联解体后，与俄罗斯、乌克兰等一起成为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。白俄罗斯是一个内陆国，所以其军队分为陆军和空防军2个军种，没有海军。军队的规模也不大，其总兵力6.6万人。武器以苏联时代的武器装备为主。白俄罗斯在2022年全球军事实力排行榜中排名52名，比芬兰的排名还要高，只是其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完全比不上芬兰。其陆军总人数为4.35万人，编为国防部直属部队和3个军，包括了地空导弹部队、炮兵部队、反坦克部队、火箭炮部队等，基本上都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，自然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苏联色彩，装备不够精良，那就拿火力弥补。白俄罗斯拥有1500辆 T72 主战坦克、T80 主战坦克95辆，步兵战车以近1000辆 BMP-2 为主，有少量的 BMP-1 132辆，轮式装甲车以 BTR-80 为主153辆，轻型车辆则有中国产的猛士和 CSVN3 等。白俄罗斯炮兵的火炮类型较多，其中火箭炮就包含了 BM21、NM30 等苏制型号，以及波罗乃兹30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统。榴弹炮则有 2S1、2S3、2S5、2S9、2S19 等型号，以及 D30 等牵引火炮。此外，白俄罗斯还装备数十枚原点 U 战术导弹，虽然武器装备有些落后，但是数量多，一轮齐射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。由于白俄罗斯没有海军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空军的建设。目前，白俄罗斯空军总规模 2.25 万人，拥有作战机300架左右，其中大部分也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老旧战机，比如苏24、米格23等，战斗力着实一般。不过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，在之后对空军实力的提升中，白俄罗斯就购买了一些俄式战机。在2017年，白俄罗斯从俄罗斯订购了12架苏30 SM 战斗机，首批已经在19年交付给白俄罗斯空军。目前，白俄罗斯的主力战机就是米格29以及苏30 SM 战机。相较于先进的苏30 SM， 米格29就相对落后了很多。苏30 SM 是俄罗斯新型战斗机苏30 MKI 的升级版，带有压翼，座舱外有黑边涂装，安装了先进的 AL31FP 推力矢量发动机以及 AL31FP 发动机喷管，可以做上下15度的转向调整。苏30 SM 可以携带几乎所有的俄制空导弹和空地导弹，包括电视指令制导的 KH-59M 远程空地导弹，电视制导的 KH-29T 近程空地导弹， KH-31A 和 KH-31P 反舰和反辐射导弹，主动雷达制导的 R77 空导弹等。搭载的 N011M BARS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为400公里，搜索范围为200公里。攻击机则是以苏25为主，苏25机体全长15.53米，翼展14.36米，
空重 9.8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 19.3 吨。在动力系统方面，该机装备了2台 R195 非加力发动机，单台推力为 44.18 千牛。对于这样一款攻击机来说，其几乎不存在对于机动性和速度的要求，因此其最大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975公里。苏25的武器系统包括一门30毫米口径的 GSH-302 机炮，另外该战机还拥有11个外部挂载点，可以携带 4.4 吨的各种武器。在防护方面，苏25座舱底部以及四周也是钛合金防弹板，主要成立件采用耐损结构，发动机装在由不锈钢板做成的短舱内，并有8毫米厚的防弹钢板保护。油箱中有吸震防火树脂，可以避免中弹后起火。运输机则是伊尔76大型运输机，乌克兰治安26运输机为主，直升机有米8和米26运输直升机、米24武装直升机，没有空中预警机。除此之外，白俄罗斯还购买了4架米35多用途直升机，所以在空中作战方面，白俄罗斯依旧是经典的3层搭配：制空加多用途加对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白俄罗斯的军力并不是以进攻为主，而是防御。白俄罗斯防空部队装备水平较高，主要装备有通古斯卡、道尔 M2、山毛榉、S300 和 S400 等远中近程防空导弹，防空火力强大，形成了多层次的防空网。其中最为经典的通古斯卡采用履带式底盘，在炮塔两侧各装有2门30毫米机关炮，机关炮下方各装有一部4连装导弹发射装置，共装8枚萨姆19防空导弹。在炮塔后部安装了一部最大搜索距离18公里的搜索雷达，炮塔前部装有一部最大跟踪距离13公里的跟踪雷达，可行进中射击。最强的肯定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发射低空、中空、高空、近程、中程、远程的各类导弹，这些性能迥异的导弹互相弥补，构成多层次的防空屏障。S400 可采用的导弹达8种之多，远程、中程、近程都可兼顾，包括 48N6DM、9M96E、9M96M、48N6 和 40N6 等，最大射程达到了400公里。除了空陆军之外，白俄罗斯还有11万人的准军事部队，其中包括了3个部分：一是内卫部队，主要保护首都和主要的政府和领导人，有 1.2 万人；二是边防部队，主要是跟西方的边界守卫部队，有 1.1 万人；还有就是准军事化民兵组织，有 8.7 万人，加在一起有11万人。同时，白俄罗斯还有30万的预备役，因为白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时期的预备役制度，所以将国内满足条件的男性都是军队后备力量。总的来说，白俄罗斯军事实力规模不算大，实力也中规中矩，只是防空能力上拥有远中近各种射程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，还能说得过去。那白俄罗斯介入俄乌冲突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向乌克兰纵深展开突击的装甲部队应该是白俄罗斯2个地面作战司令部的第6机械化旅、第11机械化旅、第120近卫机械化旅以及炮兵旅等附属部队。而综合目前的局势而言，白俄罗斯想要参战只有2个选择，一个就是沿着2、3月份俄军进军的线路，用于威胁基辅。不过这条路很难走，从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基辅基本没戏，这里只有几条公路可以通行，其他的都是一些河网和沼泽，白俄罗斯即使派再多的兵力也施展不开。而且经过几个月的对战，乌克兰国内各州的国土防卫旅都要扩建完成，武器和训练也已经到位，白俄罗斯走到这里基本上就是自寻死路。另一条路就是化整为零，支援俄军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战场，这种对乌克兰而言会是一个大麻烦。俄乌二者僵持之下，或许只需要一点外力就能打破平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白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也是北约的机会。上面我们也提到了，5月份正是北约国家军事演习的时间，一旦发现白俄罗斯选择站队，那就怪不得北约也派兵支援了。从北约和乌克兰的军力调动上看，白俄罗斯其实已经陷入了3面受敌的险境之中。而且单看军事实力，北约的战力对白俄罗斯几乎是碾压的。北约在白俄罗斯边境有14座军事基地，以17倍军力对白俄罗斯形成了包围圈。而且北约早就想拔掉白俄罗斯这根钉子，一旦白俄罗斯被拔掉，俄罗斯则少了重要的战略缓冲，将直接面对北约的利刃。在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之后，白俄罗斯已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之间为数不多的缓冲地带。
从明斯克到莫斯科直线距离只有700多公里。总的来说，如果白俄罗斯选择参战，在短期内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从长远上来看，也是北约拿下白俄罗斯的好机会。这点白俄罗斯应该也清楚，大概率上是不会直接介入的，顶多在旁边骚扰，虚张声势。对此，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下期见。